夏姐，这杯我敬你。你是咱村第一个大学生，当初要不是你坚持回乡创业养鸡，咱们这些土人也找不着工作，过不上这样的好日子。就是，是你让咱搬进了红砖房，还有了3大件儿，这大恩大德，咱怎么感谢都不过分。别这样说，姚家村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。三叔公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往后，这瑶山村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不是咱们村的恩人吗？哼，也就你们这些小年轻还把他当恩人。你知不知道，他打着带大家致富的幌子，空手套了咱村多少土地？但那也是为了办厂子，没办法呀。这赚的钱不也给了咱们吗？蠢货，人家把你当耗材，你还帮他说话？这是我查到的养鸡场账单，流水100万，还只是一部分的，年底分红拿的比谁都多，账本却不公开。我看他就是想昧了钱跑路。怪不得我说怎么城里杀鸡一天给200，我们才拿100。大学生心眼子多，居然把我们当傻子耍。好，我回答你，鸡场用了村里的地，大家才能拿到分红。我的分红多，是因为钱全是我出的，你们有出过1分钱吗？多劳多得，难道不合理吗？这合不合理，也不是你一人说了算，口口声声说把咱们当家人，我倒是一点没看出来。要我说，你用了咱村的地，咱村的人就该1-9分，我们占9，你占1。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？你懂什么？这才叫公平。要是不同意，咱也别跟他干了。我付出了那么多，才让村子步入正轨，你们这样背信弃义，难道就不怕鸡场倒闭吗？倒闭？我看未必。我们已经高薪请来了一位真正的养鸡大神，只会让鸡场越来越好。张笑，张笑，以后你要是还像现在这样摆烂，就不用来了。林夏，我不是故意偷拍你的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改过自新，求求你。林夏，好久不见，近来过得可好？你们认识？看来你也知道他的先进事迹了。没礼貌！您别和他一般见识，人家大师懂高科技养鸡，承诺我们1个月就能出笼，保底12斤，每天还能下10个双黄蛋。林夏那套磨磨唧唧的养法早就过时了。妈呀，12斤双黄蛋是真的吗？村长说的还能有假？要不怎么是大师？肯定有他出众的地方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回咱们村真的要发了。不像有的人就会占着茅坑不拉屎，还以为自己是救世主，跟谁欠了他258万似的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就信他的。别的我不知道，但人家名牌大学的身份是真的，愿意把钱给我们赚也是真的吧？你呢？除了吃拿卡要，就会说些场面话。是啊，真是不要脸。咱们瑶山村怎么就出了这种货色？我说场面话，每天下10个双黄蛋就不是场面话吗？村里的鸡好不容易才打开销路，你们不能把它败坏在一个骗子手上。林夏，这你就不对了。见识短，我不怪你，可我好心好意帮村民脱贫致富，怎么就成骗子了？难道整个瑶山村只能跟你姓林啊？就是，我看他就是眼红大师的技术，想断我们全村的财路。赶紧滚出养鸡场，别逼我扇你！你们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夏姐，你还是先走吧，安全要紧呢。不用你们赶，我自己会走。从现在开始，养鸡场是死是活都与我无关。
你们后悔了也别跪下来求我。哎，什么人呢？这是还算有点自知之明，不然咱们村儿还不知道要被他耽误多久呢。奶奶，每天我都这样扶着您散步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您的腿呀、脚呀，很快就会好起来了。好孩子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我家林夏果然没看错人。夏夏回来了，庆功宴玩得开心吗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？我去找他们算账。别去！那你说，到底怎么了？养鸡场我交给村子了。交给村子，那是好事儿啊！你以后也不用这么忙了。他们给你多少钱啊？你还是老板吗？没有钱，也没有工作，直接抢走的。什么？当初你为了办这个厂，推掉年薪30万的工作，还背上一身债，就算当了老板，也整宿的钻研养殖，直到后半夜才能休息一会儿，这些他们都忘了吗？要知道他们是群白眼狼，毕业之后我就不让你回来了。我爸的农产公司正缺你这样的技术主干呢。好啦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天下这么大，总会有我发光发热的地方。那也不行，我孙女不能就这么被人欺负了，扶我过去，我要找村长说理去。刚刚是谁要找我说理啊？一群恶霸！拿走夏夏的鸡场还不够，现在又上门来干什么？刚刚只是口头协议，既然林夏答应了退出，机场的公章、账本、库房钥匙总要交出来吧？对，交出来！你们别太过分。没事，不用和他们吵。你们费尽心思，不就想要这个吗？来吧，来拿吧。你，哼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不对呀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他交的这么痛快，说不定这里头有猫腻。就是，村长您一定要查清楚，让他把我们的血汗钱都吐出来。造谣是犯法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哼！警察同志，瑶山村有人寻衅滋事，诬陷我职务侵占，数额巨大，希望您能来一趟，好好调查一下。你这女娃心肠怎么这么毒？我们不就随口说了2句吗？你就报警？还大学生呢，一点度量都没有。要是我真的贪了，正好把我送进监狱，不是更合你们的意吗？哼，那样最好。到时候大家也别给他求情，咱们村不要这种没心肝的东西。请把你手中的账本交给我们，我们需要核对核查。查清楚了，林夏不仅没贪，甚至还垫付过很多钱。什么？警察同志，您不会看错了吧？不会有错，这位水局的专业人士已经算过3遍了。你们误会人家，还不给人家道歉？
什么？欠？对不住了。大声点，没吃饭吗？你，对不起。林夏，大家都是邻里乡亲，查清楚也是为了你好，你也别小气，应该感恩才是。工作人员同志，没事了，我送您回去。不要脸！我就说吧，这林夏心思多得很，怎么会真心把厂交出来？我就不一样了，村子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，就算不要钱，我也不在乎，更不会惹事儿。瞧瞧，人家还不是咱们村民呢，唧唧歪歪，小肚鸡肠，还没大老爷们敞亮。你们喜欢他，就好好跟着他做事。我也想看看，最后会是个什么结果。那必然是名扬四海，成为全国的模范村。我知道你嫉妒，可没办法，张总的技术绝不外泄，到时候让你看大门，或许还是可以的。哎，滚！都给我滚！一帮白眼狼，把骗子当宝贝，没资格站在这里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可是村长。村长咋了？你像村长吗？滚！终于清静了，夏夏，别气，不值得。你越是在意，他们越觉得你要挡他们的财路。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在想，我还要不要继续留在这里？奶奶，好孩子，你做什么决定，奶奶都支持你。奶奶只要你高兴。明个一早我就叫车带你们搬去城里，这破村不留也罢。今天这么一闹，林夏肯定是待不住了。我看他都在收拾行李，准备搬家了。不错，再把跟过他的旧人也清除出去，咱们机场必能气象一新。这是国际上的最新成果，量子石墨烯生长剂，纯中草药提取。你兑进饲料里，不出3日，就能看见鸡长得又高又壮。要是发财了，你就是大功臣。喂，陈局长。小林啊，听说你要辞职离开瑶山村了。听说？听谁说的？你们村长一大早就打电话给我，说你住不惯农村，自己要走。要是陈局认为我就是这种人，那就没有聊下去的必要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肯定不信。你来趟市农业局，我带你见一个人。小林，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咱们古原村的村长赵全。林小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古原村我听说过，是出了名的贫困户，交通不便，地也贫瘠。赵村长找我，难道是？我想找您取取经，想让村里人都过上好日子。瑶山村的事儿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我也生气。可咱们对事儿不对人，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在眼里。再穷的村子，只要经了你的手，都能让它富裕起来。对付一个小小的古原村，肯定也不在话下。我知道，我们古原村先天不足，比不上瑶山村。可我们古原村的人民踏实、勤劳、本分，绝对干不出忘恩负义这种事情。我替古原村的村民谢谢您了。赵村长，帮忙没问题，可我丑话说在前头，
必须白纸黑字签好合同，明确权责。除此之外，村里的产业发展也必须全权听我指挥，不能有人指手画脚。如果不同意，一切免谈。先坐，先坐。没问题，全听你的。您不再想想，就不怕我年轻没经验，带你们把老本都赔进去？我虽然没读过几本书，却也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的道理。做生意嘛，本来就有风险。再说了，咱古元村再差还能差到哪儿去？赌一把就是了。林夏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干，瑶山村那边我自会调查清楚。既然你们这么信任我，我就再累一把。不光是为你们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这村的路也太难走了。你一个富二代，不在家躺平，干嘛非跟我吃这个苦？富二代咋了？我还是你男朋友呢，除了不是牛马，我啥都能干。我可舍不得让你当牛马。牛马？怎么了？我知道了，陆航，我有办法了。快跟上！乡亲们，这位就是我从市里请回来的专家，农大毕业的高材生林夏。以后咱们村要搞什么产业，全听他的。村长，你别是被骗了吧？这丫头毛都没长齐吧？咋带着咱们翻身啊？回家带孩子还差不多。老刘头，不会说话就别说。这些年古元村跑了多少个村管，你都忘了吗？就是，平常你想辙的时候，你跟哑巴似的，这回倒来劲儿了。我知道，大家现在对我肯定有疑虑，光说不练，假把式。这是我在上山时对古元村做的规划，只要按我说的做，保证你们很快就能见到收益。不可能吧？上山才多会会儿功夫，你就搞定了？这牛牛乐园是个啥？它是3个月内能让你们拿到5000块工资，盖起小洋楼的宝贝。什么？哈哈哈哈！就这4个字，想让咱们村翻身，做梦呢！虽然古元村不富裕，可是它的地形很有意思。村前是一大片平坦的荒地，村后是连绵的大山，后山有清澈的山涧，还长满了各种纯天然野菜和珍贵山货。我们在村前平地上种牧草，发展养牛业。第一批是肉牛，走高端肉质路线；第2批专门引进一批长相漂亮、性格温顺的特殊品种牛，搞一个牛牛乐园。牛牛乐园？现在城里人压力大，周末就喜欢去郊外亲近自然。咱们这个体验区能让游客亲自撸牛、喂牛草、挤牛奶，不仅能带动旅游业，还能顺带推销山货。我叫陆航，毕业于食品工程专业。之前瑶山村的鸡煲配方就是我研制的，我可以再做一套独家秘制牛肉做法，保证吃喝玩乐全打通。好啊，我老赵果然没看错人，就按你们说的做。夏夏，我妈听说咱俩要养牛，特意买了3套高级宰牛设备，说要送过来。这得几10万吧？怎么好麻烦伯母？没事儿，一家人不必客气。等乐园做起来了，我亲自去谢谢他。
林专家，我还以为你能憋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招呢，搞半天就是养牛啊！怎么说话的？这还没开始呢，没开始就让浪费，以后还得了？果然是城里人，想一出是一出。林专家，这玩意儿长得慢，1年半载见不到回头钱。养牛养猪大家都会，也没见我们村里谁干这个发大财的。是啊，你这不是瞎指挥吗？做生意讲究的是因地制宜，咱们古原村要地有地，要山有山，不搞特色农业，难道指望你们去敲代码吗？敲代码？这说的是什么？那养牛也太普通了。单纯养牛卖肉确实普通，但我们要打的是品牌，结合旅游体验、特色餐饮和农副产品加工，这叫产业附加值，你懂吗？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做产业需要时间沉淀。如果有人不想出力就想赚钱，或者只想赚快钱的，趁现在赶紧退出。我的团队不欢迎这种人。不欢迎就不欢迎呗。我听村长说，她就是当初那个带着姚家村发家致富的女财神。什么？你不早说？你们也没问过这事儿啊。林专家，我们都听你的，你说咋干就咋干。对，二狗你少放屁，不想干滚回家睡大觉去。你们快来帮忙，帮林专家搭牛棚。林专家，赵村长，不好了！运牛的大卡车在村口出事了。什么？林专家，赵村长，昨天我走这条路出去的时候，绝对没有这个坑，咋一夜就有了？稻草和浮土，看来有人坐不住了。所以这不是意外，是有人故意使坏。哪个杀千刀干的这种缺德事儿？这要是车翻了，牛砸死了不说，人命都没了。太恶毒了，这是见不得我们古原村好啊！王二狗，该不会是你小子搞的鬼吧？之前就你对林专家意见最大。放你娘的狗屁！我王二狗虽然嘴欠，但我分得清好赖。是不是你？说实话。冤枉啊！我当初是对林专家有疑虑，但我绝对干不出这种下三滥的事儿。要是老子干的，就让我生孩子没屁眼儿。行了，我相信二狗，他性子直，肯定想不出这么多歪心思。杨师傅，今天真是让你受惊了，人没事就好。至于其他的，我们肯定会调查清楚，给你个交代。哎呦喂，这是怎么了？翻车了！我就说嘛，有些人就是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妄想干些不该干的，这下遭天谴了吧？王树生，这里是古原村，不是你们瑶山村，要作威作福，滚回你的瑶山村去！你们说是谁要滚？你干什么？两个吃里扒外的贱人！我们瑶山村对你们不薄，你们居然跑到这搞什么养牛？不是诚心跟我们对着干吗？哼！当初给你们的土地和资源，不求你们感恩，你们也不能忘恩负义啊！忘恩负义，这话从你们嘴里听到，还真新奇。从我被赶走的那一天起，我和瑶山村便再无瓜葛。我只想知道，这坑是不是你们挖的？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们挖的？谁看见了？我还说是你们自己不长眼，开沟里去的呢。就是自己倒霉还赖别人。就这么巧，正好让你们遇上。不然呢？你以为谁都像你们一样闲得蛋疼？我们还有正经事要做。还不知道吧？我们的张专家发明出了一种草药，
只要1个星期就能让鸡长到了小腿这么高，你别不服气。我没听过有哪种草药这么厉害，不会是激素吧？你当村里人都是傻子？是不是激素我们会看不出来？他们就是眼红。等过段时间鸡出栏了，我们绝对能大赚一笔，这古元村就等着凉吧！滚滚滚！少在我们村的地盘上放屁！这坑肯定就是你们这帮孙子挖的，还敢来这儿看笑话！打死你们！一帮穷鬼也敢打我们，活该穷一辈子啊！这帮人嘴太欠了，真该好好揍他们一顿。就是，打能解决什么问题？咱们这生意才刚起步，以后肯定还有的闹呢。他们瑶山村为什么跑来搞破坏、看笑话？说明他们嫉妒咱们，怕咱们。这路子走对了，以后咱们的生意肯定红火。村长说的对，就算是争口气，我们也一定要干得比他们更好。不过，这次的事儿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村长，村口应该装了监控吧？有，前2年村里凑钱装了一个，就在前面那根电线杆上。把监控调出来，我们马上报警。等着！这帮挨签到的居然把监控给砸了！什么？那怎么办？没事儿，只要里面的硬盘数据还在，就能找人修复。太好了！可咱们村山路难走，又给不起维修费，谁会来呀？陆航，你是不是有个计算机专业的同学，人称技术大神？对，瞧我都急忘了。老同学，弟兄有难，呼叫场外支援。下手可真够狠的。那能修好吗？难。哎，好了。贱人，居然敢把被欺负的事报告给陈局长，害我爸受了好一顿骂。好好挖个大的，不是要养牛吗？老子都他妈给你弄死！这帮人真是要气死我！要是让他们得逞，不止买牛的钱会打水漂，连过路村民的命都没了。警察同志，我要举报，有人蓄意破坏公路，性质极其恶劣，险些造成重大交通事故。儿子，这事你做的对，要怪就怪那坑没把他摔死，不然你也不会受伤了。我就不信他每次都那么命大，下次我一定让他们绝户。我是瑶山村村长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捉拿犯罪分子。贱人，居然敢把被欺负的事报告给陈局长。夏夏，这事是书生混账，但他也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？陷阱挖了，稻草掩了，监控砸了，你跟我说是一时糊涂？这不也没造成严重后果吗？你一个女的，至于这么小肚鸡肠吗？大不了私了，赔点钱呗。做错事就要接受惩罚，如果不是杨师傅反应快，早非死即伤了。今天这事儿必须公办。你个丧尽天良的白眼狼啊！我大孙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跟你拼了！你干什么？放手！小伙子，我劝你赶紧甩了这个恶毒女人，她连我们全村都能坑，小心哪天把你害得连骨头渣都不剩。搞笑！我要是听了你的话，
那才叫尸骨无存。老太太，请你注意言辞，不要妨碍公务。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爸，奶奶，救我！我不想坐牢。树张总，你快帮我说句话呀！这坑是你叫我挖的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我叫你挖的，你可别污蔑我了。是你说林夏在古源村搞养殖是打咱们的脸，还说要挖个坑让他们安分一点。闭嘴！书生，你瞎咧咧什么呢？张专家能是这种人吗？就是脱罪就脱罪，别整这么冠冕堂皇。书生兄弟，我是看大家伙因为林夏的事心里憋屈，才随口抱怨了2句。谁知道你有这么大的胆子，真去干这违法犯罪的事儿啊！不过你要实在怕，我去替你顶罪也行。只是咱们的基因可就没人看着了。不行，张专家不能走。王树生，你自己犯浑，还敢往人身上泼脏水！你要是把张专家害走了，断了全村的财路，你就是咱瑶山村的千古罪人。爸，进去好好改造，争取宽大出路。不是，爸，连你都不帮我。这回你得意了。路的事儿，陈局长已经知道了，说会给我们村拨一个修路指标。太好了，终于不用在下雨天走这泥巴路了。赵村长，帮我拉个村民大会吧，我有自己的想法。好。什么？你要铺石板路？你疯了吧？这石板路有啥好的？林专家，不是我说你，隔壁瑶山村铺的那可都是柏油路，又黑又亮的，开起车来气派的不得了。咱好不容易能修路，要是修了个破路，不得让外头的人笑掉大牙？就是，太寒碜了。你们修路是奔着气派去的，还是奔着赚钱去的？那当然，又气派又能赚钱啊！是啊。第一，柏油路吸热，夏天最热的时候，路面能烫到50、60度，游客带孩子来，走几步就受不了。石板路就不会这样。第二，咱们古源村主打的是什么？田园体验，回归自然。你们想想，一片青山绿水之间，突然出现一条黑漆漆的柏油路，那画面搭吗？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石板路造价只有柏油路的一半。一半？一半。不行不行，省钱当然好，可多的钱又不会分给我们，有那个必要吗？省下来的钱可以在路边种满野花啊，格桑花、波苏菊，花期长，好养活，开起来一片一片的，比城里那些景区还好看。我懂了，你是要把路也修成一个景点。对，咱们修的不只是路，还是古源村的门面。游客还没进村，先看到这条路，再看到这些花，第一印象就赢了。那游客还不哐哐的来呀？是啊，你牛，到时候不好看，没人来，看你怎么办？
没想到这石板路不光便宜，铺的还快，真是好看极了。咱们村未来可期啊！我的乖乖，这也太好看了！当初是谁说人家铺石砖是寒碜咱们村来着？我那也是没见过世面嘛。林专家，你看这路走上去就跟在画里一样。哎呀，还是你有眼光。请问一下，这里是古园村吗？请问一下，这里是古园村吗？是啊，我们是市里来的，路过这边觉得新鲜，就想过来看看。市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花海，这边太美了。我们古园村随时欢迎大家来玩，你们可以多多拍照，帮我们宣传一下。没想到这表面功夫做到位，还真能赚钱呢。光有表面肯定不行，内里也得有料。你捣鼓了这么些天，就捣鼓出来这个？我瞧着也没什么不同啊。林专家，这能行吗？你们不会真的以为当年瑶山村能发展起来，纯靠养鸡吧？陆航，让他们看看你的宝。这啥玩意儿，这么香？这是牛肉煲，这是牛杂煲，这是牛蝎子。王二狗，你咋不说话了？软烂入味，肥瘦相间，咬一口满嘴留香。再蘸点这个，绝了！这味道比城里那些几万块的饭店都要强。别人的太好吃了，别抢啊，我还要吃呢。陆航啊，你小子真是个人才！常规操作，常规操作。咱们路修好了，吃的也有了，那什么牛乐园是不是就能开业了？不急，客流大起来，这些牛肉和食材也得备够。张专家，您看这冷库咋样？宽敞不？还行。这是那臭娘们建的，既然它已经滚了，正好便宜了咱们村鸡。其实咱们的鸡就算不动，也坏不到哪儿去。那是，您都改造过了，都是您的功劳。古园村那边是什么情况？哼，能有啥情况？还在养牛呗。只可惜他们出来没我们快，估计全弄完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那可不。您的意思是，咱们得未雨绸缪。林专家，不好了，冰轩淌水了，臭死人了！什么？夏夏来了，快看看是怎么回事！哎呀，我真是要被臭死了！什么时候开始流的？就今早，我过来取肉，一开门就踩了一脚水，可把我吓坏了。估计是里面的零件坏了。村长，村里有维修师傅吗？专门维修冰柜的没有，不过老董以前当过电工，我让他来瞅瞅。麻烦大了。怎么说？咱村的电线太老了，
电压根本稳不住，硬生生把压缩机烧坏了。我没本事修，得换新的。那这刽子肉咋办？这个都是给开业准备的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就延期吧。不用，肉还能救。这个好的可以先拿来装肉，剩下的就要借用村户们的冰箱了。用我的吧，我家里正好有个旧冰箱，能装一些肉。还有我，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们也要出份力。先这么办吧。陆航，这批冰柜是你买的，供应商那边联系得上吗？没问题，还在保收期呢。喂，李总，哪位？我是陆行，古原村的那个，上次跟你拿的那批冰柜。压缩机烧了2台，你那边能派人来看看吗？古原村，陆先生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实在是帮不了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那一片的冰柜供货都被瑶山村包了，我要给你们修1台。瑶山村立马断我所有订单，我这小本生意得罪不起呀。看来他们早就料到有这一出，已经挖好坑等着我们。要不我再让我爸买几台过来？不用，叔叔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们能解决，最好自己解决。你陪我去趟市里。行。两位看冰柜？商用冷柜，要能存肉的那种。哦，搞养殖的是吧？我跟你们说，冰柜这东西1分钱1分货，你们农村人别老想着贪便宜，早晚吃亏。农村人怎么你了？报价单我看看。这个价格比市场价高了4成，1分钱1分货，你们要觉得贵就去别家看啊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这市里的商用冷柜来来回回就那几个牌子，价格都大差不差，有本事你就别买。我不了解行情，但我了解一件事，你给我的报价单跟门口贴的那张型号一样，价格差了快1半。下次想宰客，麻烦先把尾巴藏好。No， 我给你们打个靶子。不用了，搞养殖不代表没钱，但看不起农村的人一定赚不到钱。太过分了，明摆着看人下菜碟，真当咱们穷啊？正常，多问几家，总会遇到好的。夏夏，咱别逛了，真是越逛越气。城里人咋都变成这样了？这才第1天，你就要放弃啦？我不是放弃，我是担心你，怕你被人欺负。那还不赶紧把事做好？冰柜，便宜卖了。走去看看。哎，等等我。小兄弟，卖冰柜？对对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嚯，还是董事长呢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是做空调和冰箱的初创公司，你们就叫我小刘吧。这是报价单，你们要是满意，可以跟我到店里看看。走吧。原来是这样，李女士，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。古原村是什么地方？那可是出了名的贫困村，你还给他扶贫，这苦活可不是人人都能承受得住啊。你经营一家公司也挺不容易的。取巧罢了。这些都是我们刚出的新款，能效比市面上的主流机型高不少，线路再烂也不会跳闸。你们扶贫，我就给你们成本价。成本价？你不用赚钱吗？想赚啊，可我们这个牌子刚起步，
机会不多，你们用了觉得好，在圈子里说句好话，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了。好，我们要这个4台。4台？哎呦，我们成立到现在也只卖出去3台，这还只是开始，等我们的乐园办起来就不止这个数了。值一点，你要帮我修好坏掉的冰柜，还要承诺3年保修。别说3年，10年都行。压缩机我也给你们换上进口的。就这样说定了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我不是做梦吧？这么快就把冰柜搞来了？这冰柜看着就比之前的那台高级。林专家，你们多少钱拿的？比之前那个便宜1半。1半？那不跟抢来的一样了？林专家，都装好了。对了，我刚才检查线路的时候，发现这里的电线确实有问题，要不要一起换了？换，再帮我拉几条彩灯。现在城里特别流行那种夜景，咱们古园村也要有。没问题。林专家，哎呀，可算找到你了。之前的事儿都是误会，误会。您要多少冰柜，我马上调过来，保证比别家都便宜。李总，做人呢要言而有信。当初可是你说不接咱古园村的订单，说了就别怕反悔。那不是没办法吗？我理解你的难处，也尊重你的选择，但选择是双向的。现在我已经有了更好的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林专家，小刘，我们去看看电线。当初不来，现在想进门，晚了。谢谢大家这些天的帮忙，我宣布牛牛乐园今天起正式开业。不容易，太不容易了。是啊，不过也算苦尽甘来。我很看好咱们古园村。夏夏，牛肉堡又卖完了，这才开张2个小时啊！我让赵村长去冷库再调一批，你先顶住。什么？不是断了他们的供货渠道吗？怎么又开起来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一定是那个林夏到处勾搭男人，才换来的冰乖。真是个不要脸的贱人！张专家，怎么办啊？要是真让他们办火了，咱们瑶山村可就没人了呀！等着吧，这日子还长。这不对劲儿啊！昨天还有那么多人呢，不行，得赶紧报告林专家。林专家，今天村口一个游客的影子都没见，您可得想想办法啊！咱们村的客源可全都指望您了。陆航已经去查了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，先等等吧。我刚才沿路都查清楚了，好多游客的车开到半路就直接掉头折返，压根儿就没早进咱们村来。掉头？好好的路线为什么突然掉头？还不是瑶山村的人搞小动作。他们在咱们金村的必经路口私自立了超大广告牌，上面写着什么正宗鸡煲，瑶山出品，半价优惠，还扯了一条特别显眼的横幅，明目张胆写着真正的鸡王在瑶山村。啥？鸡煲？这手艺不是你们最先研发出来的吗？他们这是照搬照瞧。可不是嘛！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这么不讲规矩厚脸皮。咱们辛苦做出来的口碑，到头来被他们截胡占便宜。当初要是早早注册了专利，我真想直接把他们全都告了。走，我们去现场看看情况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古园村真偷了你们的配方？千真万确！哎，我们瑶山村真是命苦啊！
竟然养出个白眼狼。那个牛堡里不是牛肉，都是我们村民的血汗啊！我说牛堡怎么这么好吃，原来都是抄来的，背弃救主。这个林夏也是个人才。而且我听说他们的牛堡里还加了激素药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儿？怪不得我不吃他家的牛堡就浑身不舒坦。所以你们可千万别去了，去多了伤身呐！你在逼逼赖赖些啥呢？看吧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，你们也太过分了！我要告诉我的朋友，让他们都别去你们古原村。不是，你们老不死的到底想干嘛？干嘛？当然是弄垮你们古原村，也让别人知道你们是什么货色。三叔公，你不会不知道造谣违法吧？哼，那咋了？你有证据吗？别冲动，拿来。再说了，我们的鸡堡半价，游客来瑶山村那也是他们乐意，你叫个屁！这是岂有此理，还造谣，这是诚心想弄死我们啊！这倒没什么，鸡堡半价才是最要命的。林专家，咱们也降价，咱们就4折3折，看谁耗得过谁。对，跟他们打价格战，咱们的牛肉不比他们的激素鸡强100倍。对呀。价格战不能打。为啥呀？他们都欺负到家门口了。因为咱们的牛肉成本摆在那里，半价卖就是亏本。他们用激素催鸡，成本低，咱们跟不起。打价格战就是饮鸩止渴。那怎么办？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抢咱们的客？不是看着，是用脑子。他们劫的是线下流量，但咱们的客源不能只靠路过的人。二狗，我问你，城里人周末去哪儿玩是怎么找的？还能怎么找？哪儿好玩去哪儿呗。不对，再想。刷手机？牛啊，林专家！小绿书、大眼音符哪个不火？咱们把宣传做到线上去，他们想截都截不到了。是啊。可咱们也没人懂这些呀。我懂，陆航也懂。啊？你不是学过摄影吗？那只是业余爱好。好了，从明天开始，你负责拍照、拍视频，我来写文案、投平台。咱们把古原村送到所有人的手机里去。被瑶山村截胡后，我找到了真正的宝藏村落。好看。别拍别拍，我一个老头子有啥好拍的？古原村牛牛乐园等您来。今天居然一辆都没截下来，谁说不是嘛？刚才有个司机还骂我神经病，说我挡路了。哎，随他吧。村长，你快看这个，周末就去，这也太美了吧！求攻略。又是林夏，你先别急，张总说明天把鸡的出货量再翻1倍，价格压低20%，能赚多少算多少。这么卖，鸡不会出问题吧？哪能啊！张总的本事你还不知道？再说了，要有事早有了，哪能等到现在？也对，大家再加把劲儿，咱们必须干到古原村。你们给我好好长肉，不
不长的，我马上把你们宰了！你不要过来啊！这古元村在你的带领下，真是焕然新啊！那也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这是我搜集到的瑶山村存在变异鸡的证据，可是还缺点说服力。这就是瑶山村的鸡，都是怪胎，不能吃啊！那个张潇说是鸡炖久了才会看不出原样，不关他们的事儿。我儿子最爱吃瑶山村的鸡，没想到他变成了这样。这就更离谱。张笑说这孩子自己有病，诬陷就是为了拿钱。这个张笑从来都只会颠倒黑白，可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呢？孙婶子，她给我发消息做什么？村长，那些鸡长了8个翅膀4条腿，都变成怪物了！你丫的是不是没睡醒？鸡怎么会变成怪物？真的，我亲眼见到的，不信你们自己去看。孙婶儿，是不是林夏让你说的？他都被咱们赶走了，怎么还有怨气，想破坏咱们的致富路呢？就是这妮子心眼儿也忒坏了。关林夏啥事儿？前几天我也去看了，那鸡确实长得不正常啊！真的，这要吃坏了人，那不得蹲大狱啊！什么蹲大狱？别人云亦云，这可是我托了无数关系，千辛万苦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。你们仔细想想，一只鸡身上是不是鸡翅膀和鸡腿最好吃，卖的最贵？那不就结了？我好心好意带着大家发财，结果你们竟然背刺我。行，你们听信谣言，那我走就是了。张总，您别生气呀，我们没说不信您。对，您是活菩萨，我们肯定跟着您好好干。既然是好东西，你还是留下来享用吧。半途而废，可不像你的做法。果然是你在背后搞鬼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林夏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配合他演戏，搅黄了我们的养鸡生意，你也没好果子吃。我没有啊，我也是为了村子好。真正搅黄你们生意的，不是他，也不是我，而是被你们坑害的客人，还有你们的黑心。太可怕了！咱们的鸡咋变成这样了？张总，你不解释一下？我解释什么？这视频是他 P 的，他在陷害我。那这个呢？瑶山村的鸡都是怪胎，不能吃啊！我的儿子，你们赔我的儿子！陈局的视频总做不了假吧？现在受害者已经报警，张笑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别逃跑！干了坏事还想跑，你想得美！放开！你们这是非法拘禁！你们都瞎吗？不想赚钱了？接到群众举报，瑶山村滥用激素，非法养鸡。
即刻起，所有人不得离开，需配合警方调查。夏夏，你终于来了，快帮我们跟警察同志求求情啊！是啊，夏夏，你可是咱们村走出去的大学生，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能怎么救？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。你怎么这么冷血呢？你明知内基有问题，为什么不拦着我们？你要是早点死命拦着，我们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是我没提醒你们吗？当初你们要跟着张潇干，说那鸡能长到12斤，能下双黄蛋的时候，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过你们，这违背生物学常识，让你们不要上当受骗。是你们嫌我挡了你们的财路，把我扫地出门的。我们都是乡下人，没文化呀，我们哪知道这鸡吃了后果那么严重？没文化？那你们平时会把这种鸡给自己的亲儿子、亲孙子吃吗？呸！一群丧良心的畜生，这心肝掏出来，怕都是黑的。就是他，往鸡里下毒，死全家的玩意儿！砸什么砸？我那是跨时代的基因工程，我是天才，是你们这帮俗人不配有好东西。李夏，这一切是不是你设计的？是你举报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想多了，我很忙，没那个闲工夫去设计你。是你自己的贪婪和无知，把你还有这个村子变成了一个笑话。怎么可能？肯定是你嫉妒我，一定是你嫉妒我！瑶山村很快就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审判。有关部门雷霆出击，捣毁了那些养鸡窝点。村民因为涉嫌严重危害食品安全，面临着天价罚款和受害者的索赔。而张潇作为整件事的主谋，因为大量滥用违禁药物，被重判了15年有期徒刑。村长王草根以及其他主犯也分别被判了3年到7年不等的刑期。这场风暴过后，瑶山村十无九空，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荒村。古原村却成了全县的经济支柱。林科家，瑶山村废了，可不可以让我们加入古原村？是啊，我们肯定好好干。瑶山村也不全是坏人，你们过来实习，来日还要多帮帮乡亲们。是。林专家，林夏，嫁给我吧。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！哦！天哪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傻瓜，不是。这就是古原村的故事，平平淡淡，没有那么多奇遇，但我们却亲手创造出了幸福。